战场受挫换帅，发动攻势又换帅。俄罗斯在这一年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帅了。而现在到了春季攻势的紧要关头，俄罗斯又开始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整。乌克兰也在积极备战大攻势。毕竟俄罗斯那边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和数百架军用飞机，目标有可能是基辅这种重要城市。而这时候，美国发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那就是拜登来到乌克兰了，大手一挥，又是几亿美元的援助。当然，在这件事中最关键的不是美国再次提供援助，而是拜登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目前，俄罗斯已经有5大军区，包括东部、西部、南部、中央以及北方舰队，其中北方舰队与其他4大军区级别相同。此次俄罗斯新上任的军区司令都战功卓著，作战经验非常丰富。比如东部军区司令乌斯塔姆·穆拉多夫曾参加2次车臣战争，近期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司令的莫尔德维切夫正是去年马里乌波尔战斗的实际指挥官。这场战斗可是俄罗斯入侵开始的首个重大胜利，就连乌克兰的亚速营都折损在里面了。火力军觉得，这次俄罗斯对各大军区指挥官进行大规模换血有点不同寻常，可能是普京为了提供俄军指挥的效率与协同性，为扩大军事行动规模做准备。结合俄军集结大量战机的消息，显然普京想要求一场大胜了，已经不打算留后手了。目前，俄军正在集结兵力，预备对乌克兰展开一场大规模空袭行动。根据已经掌握的消息来看，俄军已经集结了700架军机，包括450架战斗机和300余架直升机，可能会对乌克兰重要城市发动空袭，比如基辅等。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也表示，俄军正在俄乌边境集结军机。从这批军机集结的情况来看，都是呈分散性分布在距离俄乌边境约200公里的不同地点，都在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之外。这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毕竟美国在2月份初向乌克兰提供了射程的15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伊格纳特还声称，空袭实施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1年的攻势发生本质转变，攻势由地面攻击转向更为全面、更具技术含量的空战。不过，俄罗斯那边并没有放出军机集结和空袭乌克兰的消息，但从近期双方动向和战线推进来看，俄罗斯在这个时间进攻基辅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基辅可是乌克兰首府。从去年战争爆发以后，乌克兰就从未放松过对基辅的防御，而且空袭只能实现对敌方目标的打击，想要达成占领目标，还是需要地面部队的配合。但从俄罗斯陆军去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没戏。不过，防空力量薄弱仍是乌克兰的主要弱点之一。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大城市实施空袭，势必会牵制乌军一部分兵力，辅助俄军达成在乌东地区的战略意图。在差不多1年的时间内，俄乌战争分为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俄军不断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基辅，乌克兰大量防线被突破，一直处于艰难防守的困境。俄罗斯正是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并未坚持太久。第二个阶段则是双方僵持的阶段，俄罗斯的兵力开始收缩，在乌军不断反击的情况下，俄罗斯只能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等到了第3阶段，则是乌军扩大战果，发起了大反攻，夺回多座重要城镇，甚至还对俄罗斯境内发动突袭。现在已经处于第4个阶段了。对于在第3阶段遭受重创的俄军来说，迫切需要一场不能太小的胜利。第4个阶段大概会是俄军卷土重来，乌军严阵以待。但目前来说，俄军在战场上还是占据一定的主动，已经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进攻。美国也觉得现在的乌克兰战场正处于改变局势走向的关键时刻，所以美国才会要求乌克兰在获得新援助的同时，要在战场上有重大突破。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正在一个村一个村的推进；赫尔松方向，俄军也展开了攻势，希望借此重回赫尔松。在扎波罗热方向，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正在集结兵力，可能登陆助力新攻势。大战一触即发，而乌东地区将成为俄乌角逐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顿巴斯前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双方都集结了重兵，俄军不断发动进攻，乌军也在努力坚守阵地，但在俄军不计代价的攻势下，卢甘斯克的乌军正在撤退。根据西方媒体的消息，俄罗斯已经集结了差不多50万兵力，另外还有1800辆坦克、3950辆装甲车、2700门火炮以及数百架军用飞机，同时还集结了轰炸机、中远程导弹等。如此大的阵仗，也说明了俄罗斯已经不顾代价，迫切地想要结束这场战争。毕竟，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需要更大的战果来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比如拿下巴赫穆特。这样俄军就可以剑指顿涅茨克2座比较大的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甚至一鼓作气拿下整个顿巴斯。一旦俄罗斯拿下巴赫穆特，然后向西挺进，不排除再次逼近哈尔科夫，或者是强渡第聂伯河进攻赫尔松。而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赫穆特，但实际上乌军已经有放弃的想法了。目前打算在巴赫穆特以西的查索夫亚尔市地区进行防御。当然，与俄军当初的败退相比，乌军的后撤幅度并不大，没有出现像俄军那般4天连失3重镇的情况，可见乌军防御之顽强。俄军虽然在巴赫穆特对乌军造成重大伤亡，自己同样也损失不小，而这还是在俄军拥有炮火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西方援助能够快速到位，俄军就算为春季攻势精心准备，依旧会艰难无比。所以在火力军看来，加速对乌援助是目前西方国家的首要任务。但乌军现在最紧缺的并不是坦克、飞机，而是弹药，尤其是155毫米弹药。毕竟乌克兰曾经属于苏联，所以在装备发展上还是会受到苏联军队的影响，奉行大炮兵主义。乌克兰6成武器库都是由122毫米和155毫米口径的苏联火炮组成。如果不是西方国家为其援助155毫米炮弹，乌克兰很可能已经输掉了战争。然而，乌军对炮弹的消耗也着实出乎了西方国家的预料，现在正想办法为乌军凑弹药。欧盟外交负责人表示，欧盟正在与北约讨论增加对乌援助的问题，尤其是155毫米口径炮弹。欧盟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对乌军事物资的供应，将花费40亿欧元为乌军购买弹药。同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泽连斯基也向西方国家紧急求助，表示俄军春季攻势已经开始，趁现在还扛得住，西方国家需要尽快将武器运到乌克兰。另外，还希望能提供战斗机援助，毕竟主战坦克有了，远程导弹也有了，乌军目前就缺少战斗机。一旦有了西方先进战机，就可以大大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使得乌军的推进更加有效。据说，美国两党的议员已经达成一致，致信拜登向乌克兰援助 F-16。算算时间，拜登最后一次表示明确拒绝，还是在上个月底。现在差不多到了松口的时间了。主战坦克、战斗机、远程导弹，乌克兰似乎已经做好了接受更多西方武器，并在春季大决战中打击俄军的心理准备。而且泽连斯基也表示，西方很快便会接触乌军的远程导弹禁令，第一个打破禁忌的可能会是英国。从目前消息来看，双方已经进入谈判阶段，英国具体援助哪一款、援助多少枚，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士兵的计划也在同步进行。从去年夏天开始，大约有1万名乌军士兵在英国接受训练，今年将再增加2万名乌军士兵，其中包括步兵、坦克兵以及炮兵。从2015年开始，美国也已经训练了大约2.5万名乌军士兵，还曾指导3100名士兵使用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榴弹炮、多管火箭炮以及装甲车等。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制式装备进入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乌军士兵将需要接受西方训练。目前已经有一批士兵在波兰训练营学习操作豹2主战坦克。泽连斯基希望西方的训练平台能让这些士兵在即将展开的春季攻势中发挥作用。鉴于俄罗斯的海军优势，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并没有过多考虑海上战场，毕竟现在的俄罗斯海军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极小。目前，乌克兰正在利用不对称武器，试图通过海空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其他远程武器，将俄罗斯军舰驱离海岸。
乌克兰海军也在比利时接受使用水下无人机的培训，同时也正准备接受澳大利亚军舰。美国也计划派遣20多艘金属鲨巡逻艇，并提供40艘装甲河船。不得不说，拜登访完乌克兰还是有点策略的，就连俄罗斯都被耍了。按照火力军的猜测，拜登在访问之前肯定事先跟俄罗斯打过招呼了。普京老弟，我要去一趟乌克兰，我这次前往基辅是为了要消除俄乌双方冲突，你看那些俄军士兵方不方便让个道呀？结果拜登一到乌克兰，大手一挥就是5亿美元的援助，准备将再次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海马斯火箭炮弹、反坦克系统和雷达等等武器弹药，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而这些还只是开胃菜，按照拜登的计划，未来还将为乌克兰提供700余辆坦克、数千辆装甲车、200多万发炮弹，以及上千门火炮、火箭炮等。这样庞大的军援规模，完全可以帮助乌克兰再重建一支精锐部队了。看来这次西方国家真的下本钱了，并且拜登还重申了美国与西方盟友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拜登这一举动势必将极大鼓舞乌克兰的士气民心，不但极大坚定了乌克兰战斗到底的决心，战场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让整个战局变化非常。原本已经占据极大优势的俄军，会不会因为乌军士气和战斗意志的突然增加而举步维艰，甚至是再次面临危机？这在火力军的猜测中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俄军在顿巴斯逐渐打开了局面，顺利拿下了索列达尔镇，对打破僵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俄军还有多少保留的实力也值得商榷。就算俄军真的发动全面攻势，能否取得预料中的战略目的，还是一个未知数。你们觉得这场战争会在什么时候走向谈判桌呢？两个国家未来的结局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